呢，教男生一个在女生面前很有面子的行为，就是认车标。你可能会想，马路上那么多车标，其实很好认的，确实。但是你能认识这是什么吗？这个叫天际汽车。所以这一次你跟你女朋友在街上逛街的时候，她出现了，女朋友问你这是什么车呀？你就可以很自信的像我一样啊，你就说天际 M17。Don't sleep。天际汽车呀是一家新势力车企，你告诉我它长得像不像新势力？这个不光是车标是3道杠，它的灯全亮起来，也分了3层。这车呢，我长测了1个月，晚上开的时候回头率是最高，你把这个灯全点亮了，谁都忍不住多看2眼。第一次看到它，我就觉得它很低矮、很运动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它有一个双色的悬浮车身，我们都说黑色是最不吸引注意力的颜色，所以呢，它的车顶就把上面这个纵向的视觉给你断开了，尤其是 A 柱啊，它又给你喷成了黑色，所以你的视觉就会忽略这一部分，不自觉的去往后看，好像驾驶舱后移了一样，车头变得更长了，这就是营造出了一个运动的感觉。尾灯线条呢非常的简洁，但是你要注意，虽然是连过来的，但是中间这一部分并不能点亮，不是那种贯穿式尾灯的设计。那你跟我说贯穿式尾灯到底是不是一个烂大街的设计呢？是，它本身啊这个设计很优雅很美，但是呢架不住你们那么多人用啊，上到保时捷下到国产小厂，全是那一个灯，这还优雅吗？这不优雅。这还美吗？这不美。所以天际 M17不用那个设计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你的女朋友问你这是一台什么样的 SUV 呢？你应该回答她说这是一台豪华中型 SUV。什么叫豪华？全真皮覆盖加座椅通风加热，有氛围灯，有超级大屏，还是怀档。它是没有实体按键的，这个争议就很多，因为实体按键呢毕竟好摸到，容易操作。但是呢，它也有一个缺点啊，就是看着不这么干净利索，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的。你就像我长得这么帅，但身高还不到1.8米，才1.78米，你说气不气人？开了这车1个月，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小点，这个车的车机啊，非常的有性格，有点高冷，还有点腹黑。为什么呢？我给你演示一下。你好，小天。我在呢。导航到第几个？第几个？高冷吧。你好，小天。我在呢。我是你爹。我是你爹，我是你爹，儿子，我是你爹。1、2、3、4、5，这5个大屏一装，飞机座舱一样。人家上了你车，不说这车有多豪华吧，肯定觉得这不是便宜货呀。后排表现也非常不错啊，这个位置我已经推到最后面了，它仍然能给我2拳的空间可以使用。那这个我刚开完腿部空间就非常非常的奢侈，而且地台也只有这么高的凸起。那中央扶手呢和头枕都没有缺席，值得夸一下的是它这个头枕是角度可调的。那这儿呢有一个放手机的储物，有出风口，然后还有2个 USB 接口。然后我们的同事在我们长测的时候还往这儿放了一个儿童座椅。总体而言是一个很适合家用的车。天际 M17 呢用的是博世提供的永磁同步电机，最大功率呢是160千瓦，峰值扭矩330牛米。NEDC 续航呢分别是410公里和530公里。前置前驱啊，未来可能会推出双电机版本的4驱车型，电车加速平顺、安静、先天优势，这都不多讲。我们就说说刹车，很多有单踏板模式的车呢，刹车踏板都很不舒服，要么就是你还没怎么踩呢，它哐一下跺在那；要么就是非得把刹车踩穿了，然后它才能站住，这都不好。我们现在调成单踏板模式，这个得在静止的时候设置啊，开起来。天际 M17 的单踏板啊，在你松开加速踏板的时候，你看，回收的动能慢慢的让你的车平缓的慢下来，坐车的人、开车的人都不累不难受。这车呢用了一个长行程的前悬，不颠，后悬架呢有16处给你放了一个那种弹性的衬套，在颠簸的时候会给你整的感觉，有点高级。整体偏硬一点，软有软的好，该颠你的时候像过河一样就过去了。但是软悬架也有它的不好，底盘加速走了，车头还得仰头去克服惯性，那底盘都刹车了，车身还得点头，然后去克服那个惯性。所以呢，这东西像吃面，有人爱吃软的，有人爱吃硬的，但是取个中肯定是最多人最爱吃的。续航就是一个重头戏了啊！我手里这是一个410公里的续航版本，然后3元锂电池，充满是54个电。那其实，在大夏天的时候打折真没多少。北方的夏天和南方，这车的续航都不会带给你太多的麻烦。冬天呢，可能要打点折，但是电池有低温加热，这肯定比没有好，对吧？前一阵我们开着这辆车从北京一直到唐山，中间充了4次电，1次半小时，全程来回啊大概是500公里，我们相当于把这辆车充满了2次。那高速的续航你算一下，基本就在5%上。会通分的自己通分，不会通分的我告诉你，大概高速打折要到6-7成了。前几年啊，网上流传着一张图，这张图上呢画的是所有新势力、新能源的车企的车标。
时至今日，我们再看这张图啊，活着已经没几家了。他们这里头有骗补贴的，有骗国有资产的，还有骗投资人的钱的。当时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，说是潮水退去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谁究竟没穿裤子。所以不妨了解一下这辆车，也跟这家新车企呢认识一下。